今天来谈一谈邮轮上你会想要知道的一些事情进阶篇。大家好，我是两只熊的 Teddy， 我是熊太仔。邮轮之旅包吃包住，乐趣无穷。有时候我会想啊，如果我们可以飞在飞机上面的头等舱，你就可以躺着到日本，那有多好？但是现在我甚至可以在邮轮上躺在床上到日本，就像自己的床、自己的房间，感觉就像自己在家里面一样，对不对？如果等一下有一些讯息不理解，可以先看我们之前第1集的 MSC 的邮轮完全懒人包，再回来就有理解了。那我们是什么东西是不可以带到那个游泳池里面的？邮轮的规定啊，基本上大型的浮具或者大型的造型的游泳圈呢，是不可以带到游泳池边的哦，因为这些东西呢可能会阻碍其他客人的活动，甚至可能会造成安全的隐患呐。像有些小孩子可能游到你的游泳圈下面，可能你就会没有发现。船上的游泳池通常很小，用游泳圈占用呢，对其他的客人不公平。邮轮的水池如同下水饺一样，可以让游客站立或者是在里面稍微游动一下。那想想看一下，整个泳池都是泳圈是什么样的画面？如果1-2个客人带浮垫，也是不会被制止的，因为就是打扰旅客的游乐呢，是会被客诉的。小朋友可以放心，你们可以带你们自己的浮板，还有其他玩水辅具来玩水哦。下一次去泳池玩水的时候，记得遵守规定。邮轮的拍照套装大概是$199，它是否值得购买？你有没有一些经验，就是你在旅游的时候啊，回家的时候拿起手机看里面的照片，就发现好不容易拍的一些照片，找了只有1-2张好看的。是不是那个朋友的世界，你就是长这个样子？开玩笑啦，就是你是否购买邮轮拍照，感觉是有花一笔钱破费哈，但是其实要看它的性价比。那可以分享购买拍照套装有哪些好处呢？好处当然是有的哈。专业的摄影师的拍照跟自己拍照当然有差别。喜欢摄影的朋友，应该通常都会对美有一定的见解，所以可以选择比较适合拍照的场景，包括主餐厅啊、泳池啊、海滩啊等等。还有呢，一些平常拍摄全家福都要牺牲一个家人来拍照，朋友合照，你的头特别的大，而且还有手机储存的空间都是很有限的哈。MSC 摄影师拍的照片可以放在云端，然后让你慢慢下载下来，所有照片。没有购买拍照的套装，如果没有购买拍照的套装的话，你需要一个脚架，或者你需要一个男友或老公，然后帮你拍照，而且你不能嫌弃他，你们可能不能随时拍摄合照哈，而且错过一些精彩的镜头画面。不过你在邮轮上面呢，有很多时间可以挑选你的照片啊，多拍一些照片呢，就是可以挑选到好看的这样子。那这样子要买哪一种的照片套装会比较有高的 CP 值？如果在官网购买船票，可以提前购买。提前购买的话，会有更好的优惠。像官网有一个叫做数位全包套餐，它是大概于$199价格。不同国家会有不同的汇率计算方式。有的时候你到的那个游艇上面，还有可能会有打折的机会。不过这个就是要碰运气。那可以拍摄到邮轮上梦幻的美照之外，也可以在云端下载所有的照片。那么在邮轮上面的主题餐厅啦、购物区啦、施华洛世奇的一些楼梯旁边呢，还有表演的附近，都有摄影师在准备帮大家拍照，他也在寻找有没有人要拍照。那么游泳池旁的摄影师可以帮你拍摄出像是出浴，就是从那个水里面走出来之类的，还有透明玻璃的天桥，他可能从上面俯角来拍摄你，让你呢拍到一些独一无二的照片。
那么有一个一般人无法拍摄的这种角度的这种照片，也是它的特色。那你可以主动去跟摄影师说你要在哪里拍照，然后他可以协助你去摆一些比较特别的姿势，你可能以前平常比较不会摆的姿势，还有表情这样子。还有一些定点拍摄的这个灯光布景呢，就是它后面有布幕啊，有的时候会有栏幕，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特色的照片的布幕，可以让你在前面拍摄呢，会有出色的一些镜头。你可能没有那么爱出风头，但是呢，也不需要害羞，因为没有人认识你，所以你可以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那我只是想自拍的话呢，就省得麻烦啊。对对对，其实我本身也是很喜欢自拍就好的，建议带上一台水上相机或者是手机哈 ，SD 卡的储存空间比较大一点。一些适合拍照的地方呢，比如说主餐厅靠近海景旁边的座位区，好像坐在泳池旁啊，冲绳的海滩，好逛街等等的，只要心情愉快，一定可以拍出精彩的照片。邮轮非常适合亲子旅游，那么带小朋友参加邮轮旅游有什么好处？邮轮其实它的旅游好处有很多，其中一个好处就是船上有很多小朋友的儿童设施，可以让孩子尽情玩耍放电。那些游乐区可以介绍一下子。好哦，设有多种的趣味体验，也有亲子活动，包含儿童专用的游泳池啊、滑水道啊、篮球场啊、足球场、攀岩墙等等。那船上会有安排哪些小朋友的活动？像是魔法学校啊、才艺秀、各种桌游，还有益智的游戏，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乐高海上乐园，还有分龄儿童俱乐部啊，像这个是有专业人员在看护的7间分龄儿童俱乐部这样子。听起来好像很丰富。那么如果家长想在船上休息，可以把小朋友交给谁照顾？地中海荣耀号也有提供儿童的托育服务哦。年满3岁的儿童由专业人员陪同儿童，带领他们玩互动的游戏，而且可以跟年龄相仿的小朋友一起玩，然后一同玩耍，让爸爸妈妈可以放松度假。那儿童托育的服务要先报名吗？在开放时间内呢，儿童俱乐部需要事先到18楼注册报名。我想会有很多家长一上船就跑去报名哈。那这样子，它服务开放的时间是几点？需要收费吗？开放时间大概是早上9点到晚上10点哦，在这段时间里面是不需要收费的哦，也不用额外付费这样子。那如果超过这段时间，要注意夜间托育是否需要额外付费呢？如果是0到2岁的小孩托育的话，可能就需要全额付费咯。MSC 荣耀号有没有成人专属的空间？有哦，天空酒廊就是对成人专属的休闲场所，那么也是 MSC 荣耀号最受欢迎的休闲场所之一哈。那装潢风格非常的优雅舒适，就像是我们到机场的贵宾室一样，这样的空间。这样开放时间是每天的中午12点到晚上凌晨1点。酒廊内提供多种酒类，还有饮料、非酒精饮料以及轻食，还有小吃。主餐厅可以让不同舱房的家人同一桌用餐吗？有几种方法哦。有一种是提前在 MSC 在账户登记页面的连结预定，将所有的家人的预定都连结在一起。但是如果你有不同级别的客舱，比如说 Bella 或者是 Aria 客舱，那你需要有相同的饮料套餐才能够预定连结在一起。那如果你没有相同的饮料套餐，你可以写信给 MSC 的 email， 他们会帮你将预定分类。所以写信给 MSC 还是没办法让一家人同桌，该怎么办呢？还是可以在登船之后，最好立刻到主餐厅跟领班说你想跟家人坐在一起。那领班基本上就会把你的船上的位置呢安排跟家人同桌一起。那家人还是没办法立即被安排在一桌的时候，
也是有这个可能哈。你还是可以在船上到服务台跟他询问是否可以将位置转换在全家人坐在一起的大桌，但是这不一定会成功，因为餐厅的座位有限哦，可能已经被其他的人先预定了，所以最好提前在 MSC 登记页面将所有的家人的预定都连接在一起，这样成功率比较高。早餐跟午餐可以选择主题餐厅用餐吗？首先呢，主题餐厅不仅供应晚餐，早餐、午餐也是都可以的。早餐时间是6点半到8点半，午餐时间是12点到下午的2点，都是排队自由入座。真的很方便的。那这样子，早餐有什么特别的菜色吗？早餐可以选择西式或者是和式，如果你吃得下，甚至可以2种都一起吃。你还可以多点一个额外的鸡蛋卷，有时候你甚至有机会吃到2份的龙虾。这么豪华，那午餐呢？那午餐有很多选择，分为前菜、主菜还有甜点，任选一个即可，都是精致而且分量较小的。但是要注意的是，主餐厅会每天更换菜色，用餐的时候如果怕吃不饱的话，可以一次点2份的主餐。你很需要我可以点3份。那如果人很多怎么办？人如果多的话，会在船上需要排队。如果订套房的话，就不用排队了。如果人少的话，可以顺利的进入。早上跟午餐呢都没有分时段，所以不用预定。那假如不懂英文，如果你跟我一样英文不是很好的话，会有中文菜单可以选择，偶尔也会有中文服务人员。点餐的时候没有困难，你想要的菜单都指哪里，就是跟他讲，就指那个英文给他看，因为通常服务人员都是看英文的。还有提醒你一下预定晚餐看秀的时间要避开主题餐厅的预定时间。主题餐厅现场非常多的人，要把晚宴等菜的时间都算进去。不然的话会一边等餐一边焦虑，等一下要看秀的时间逼近，这样子你可能会很焦虑。如果真的不想等，可以到自助餐厅，其实菜色也雷同啦，可以随时进去，也不用管你的穿着。那24小时的自助市集，每天都可以随时进去用餐吗？没有次数的限制。自助市集是所有宾客共享的美食天地，每天20小时供应早餐、午餐、下午茶、晚餐、宵夜buffet，所以你可以随时随地进去用餐，没有次数的限制。那要去免费的主题餐厅，有时间或次数限制吗？晚宴的时间会在你的房卡上面显示，包含你的餐厅名称啦、用餐地点啦、桌号。如果你的旅行社没有帮你订晚宴，那你就不会有晚宴的时间在你的这个房卡上面。通常是6点半或者是8点半。如果你房卡上面没有这些时间的话，你必须在 APP 上面定位，可以预定用餐的时间从晚上的5点开始，或者是到现场排队进入。主题餐厅是否有用餐次数的限制，这方面其实我并不清楚但是如果你担心吃不饱，你可以一次点2份主餐，这是可以被接受的，不用不好意思。那我们在邮轮上穿什么衣服会最合适呢？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其实坐邮轮是一种享受高级感，就是像那种装潢很漂亮啊，像铁达尼号电影当中，我们看到罗斯跟杰克他们如果穿破的牛仔裤或是拖鞋，那你想这个电影可能就会变成另外一种样子，对不对？在邮轮上面主题餐厅用餐的时候，我们通常会需要穿着有领子的衣服，只有在自助餐的时候可以随心一点。日本人通常穿衬衫进入主餐厅用餐，不管是年轻人还是年长者，都是整齐守秩序的。那如果穿拖鞋跟 T 恤可以进去主餐厅吗？在日本的横滨上船之后，大人还有小孩几乎都是穿有领子的衣服，但是你也不需要穿到像西装打领带这么正式。小男孩只要穿个运动套装，小女孩穿可爱一点就好了。那日本人对于穿着对他们来讲是一种礼貌，所以如果跟日本人同船，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穿着。男生至少要带几件有领子的上衣，出发之前记得带一套正式的、一套白色的、一套休闲的衣服。台湾唯一的兆丰新邮轮旅游综合保险，不就是一个
邮轮旅平险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对。这个是最近它又出了一次，因为之前疫情它就中断嘛，又重新推出了一个新的邮轮旅游险，它保障是从台湾为母港的国际邮轮旅游的旅客做规划的风险，所以如果你是在国外的话，出发的是没有的。就是专门替台湾人的一种设置的旅游保险。对，如果旅客需要从像日本啊、韩国啊，你在那边搭乘的话，可能你要买别的，就是国外的，但是国外不见得让你买，通常它母港的都是在那个国家的人才能买。那这种海空联营的旅游活动，目前还不适用于兆丰邮轮保险。在兆丰推出这款保险之前呢，台湾人是没有办法像欧美的国家的人一样有自己邮轮专属的保险。有人会嫌兆丰的保额太低啦，不如预期啊，但是聊胜于无，对于邮轮爱好者来讲，还是一个好的消息啦。那这个投保的年龄有那个吗？保险呢，它从18岁到80岁都可以投保。兆丰邮轮保险有一些独家的保障专属的邮轮旅游险啊，岸上观光为及时登船衍生的费用啊，比如说战争啊、暴动啊，或者说其他不可抗力的因素，像这样子的保险公司会负担其衍生的交通费跟住宿费，最高理赔金额为5万台币。如果你自己塞车造成的延迟，就没有这个服务了。那邮轮上生病，因为诊疗室设备简单很多，疾病需要送到最近的医院立刻处理，是不是直接保一个一般的旅平险就可以了？一般的旅平险是没有保障这个那个邮轮上面用直升机飞到当地的医院，以及从当地的医院再飞回台湾，这全程的旅费都包含在兆丰的这个保险当中。兆丰实支实付上限是300万新台币。那么还有生病需要打电话，像卫星电话费用，它可以限额2万台币以内。现在联系方式有很多，卫星电话不见得会用得到了。那如果同行伴侣因为伤病或者是死亡导致行程改变，那这种难以处理的状况呢，旅游取消费用是有补偿的。邮轮行程取消有保险的理赔吗？旅程取消费用补偿，出发前7天发生自己还有亲人家属病危死亡，必须取消行程，其所需之团费、交通、住宿费用由保险公司承担。那假如我在邮轮上行李遗失或是摔坏，抵达目的地还没有领到行李，文件遗失，保险会如何处置？行李在旅行期间呢遭受损坏啊、遗失啊，抵达目的地6个小时后仍未收到行李，提供限额5000块钱的补偿金。旅行文件损失费用，旅行期间如果重要的文件遗失的话，提供5000块钱。记得去报警，不然会领不到这些钱哦。那我如果去邮轮5天，要花大概多少的保费？这个问题其实是最重要的哈。邮轮旅平险保额呢500万元，保期5天的话，总共花费不到550块钱。那我们再谈谈有关匹配钻石汇集的问题。如果有千丈白金，是否可以直接匹配钻石？如果有千丈白金，是否可以直接匹配钻石？这个问题目前在论坛上还在讨论当中，尚未有确切的答案。不过台湾、美国运通的千丈白金送的饭店是只有金卡，所以通常比如说像希尔顿金啊，或者是万豪金啊，这样子你 match 到的金卡，如果有2家以上，你可以用这2个叠加，有可能申请到 MSC 的钻石卡。那如果一间房间里面有2个人都有钻卡，那是可以4个人一起去主餐厅免费用餐一次。MSC 的邮轮的钻石会员享受1次免费的自费餐厅用餐，这个福利是每间房间都只有1张招待券，似乎没有以房间的人数来给予优惠。如果你想要带家人4位一起用餐，你可能需要支付2个没有招待券在上面的人的费用。那如果一个仓房有2个钻石卡嘞？如果同一个仓房有2个钻石卡，每一个人都应该可以享受1次特色餐厅，但是他希望非钻石的人前往用餐，所以其他钻石会员就不免费招待，一房最多2人享用。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邮轮小费的支付方式？好的，
MSC 邮轮官方采用自动扣款的方式支付小费，每天每人大约14.5美元的小费。旅行社预定的价钱的邮轮船票的费用，服务费小费是希望入到你的房卡里面，也就是说，最后的时候，当你离开船的时候，直接在船上支付给船公司就可以了。如果你这个方式支付你的小费，那么你就不需要再另外给予小费。如果服务很好，表现很好，你表示感谢的话，你可以直接将小费给予服务人员，小费就可以了。那房间是每天打扫吗？是的，房间是每天打扫2次，一次是早上，一次是晚上。然后早上会把床铺都铺好，整理好房间。晚上的话会补充床单啊、毛巾啊等等备品，这样子。就是你请勿打扰的时候，他就不会进来了。他就是看你如果没有人，他就会进来打扫。那如果我想给服务人员额外的现金小费，应该怎么做？你可以直接将现金放在房间的桌子上或床头上，或者是在船上购买礼品给予赠送，这样当小费。通常钱比较好了。对啊。MSC 邮轮上有哪些付费的娱乐设施？ MSC 邮轮上付费的娱乐设施蛮多的哈，像 F1 赛车啦，VR 麋鹿虚拟实境啊，或标准保龄球球道 XD 互动电影院 ，Video Game 的电动玩具机，好像这些可以知道 F1 赛车的价格。如果你用原价去玩的话 ，F1 赛车无论是大人跟小孩都是12块，但是如果你是金卡以上会员，你可以享有半价的优惠，也就是$6。那如果是玩 VR 麋鹿虚拟实境呢 ？VR 麋鹿虚拟实境的价格是大人11元，好，小朋友9元。船上是否可以用美金储值在房卡上，还是一定要绑信用卡，还是可以储存金用完再扣信用卡？根据官方的说法，持有房卡的乘客必须登记信用卡或借记卡，只适用于部分的邮轮或者是可以选择先以现金储值，不接受支票付款，接受信用卡或借记卡，包括 Visa 卡，还有这个万事通卡JCB 卡和美国运通。如果想先用完现金，可以先把现金存进去房卡，用的差不多了再绑信用卡。如果乘客想用美金储值呢，有最低储值金额的限制吗？关于使用美金储值的限制，乘客可以需要在现场向柜台确认。我们有一位观众想知道，在邮轮上使用 MSC APP 传文字给同在船上的朋友，没有连线网络也可以使用吗？其实使用过 MSC APP 进行通讯需要透过邮轮的免费内网进行连线，也就是说你需要有内网连线才能使用 APP 传送讯息给你的同伴、你船上的朋友。如果你没有这个连线到内网的话，那么你的讯息将无法被传送出去，对方也没有办法收到你任何的讯息。需要确保他们有连接到网络才能使用 APP 传送讯息吗？是的。在冲绳下船完后，带满伴手礼、饮料、酒类带回船上有限制吗？邮轮的规定是针对邮轮本身邮轮可以载运的总重量还有件数都有限制，但是这些限制通常都非常高，所以一般游客不会遇到这个问题。带上邮轮没有额度限制，但是又说限制5部3C 产品，还要包含在2万额度内，是这样吗？我知道这个听起来很矛盾关务署台北关表示呢，国人出国旅游吸回商品，每人免税额新台币2万元。如果你已经年满20岁，你还可以携带1公升的酒类、200支卷烟、25支雪茄或1磅烟丝。那民众自国外吸回 iPhone 等3C 商品，除了2万元免税门槛之外，还有5部的这个数量限制。超过5部应该就要减负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核发的电信管制射频器材进口许可证，时可输入。但是邮轮登船托运行李重量还有件数是没有特殊上限，所以一个上船购买无限制，一个是台湾下船海关有限制。我们的行程会在冲绳停留2天，那邮轮有规定几点前要回到船上休息？那如果规定是晚上几点上船，
首先呢，关于在冲绳停留的问题，你可以在任何时间上船下船，但是你需要携带好你的护照，或者是拿护照内的影本，好，并且盖上陆上许可章日期、船票、房间卡，还有其他必需品。另外，你需要注意的邮轮的停靠时间，以免错过了邮轮登船的时间。那么酒水付费套票，如果是2个大人2个小孩，可以只买1份套餐吗？如果你是4人同行的话，因为住在同船舱，每一个人都需要购买套餐。以倒数第2便宜的未成年套餐费用，大约$21乘以2，每天是$42。成人买轻松脉冲套餐大约$61，2位大人每人费用大约是$122。所以这样换算起来，旅程长度约为6天5夜，费用将是42加上$122，然后乘上5天，那么就是$820，大约是26,240台币。这是举例啊，因为这饮料方案非常多，所以挑其中一样举例这样子。没了吗？再往下看看，没了耶。